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瑞娜的美股频道。那么美股呢，最近是进入了一个技术性回调的阶段。今天呢，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只个股，这是我最近看过最有意思、最值得深入研究的一家 AI 加比特币的双主线公司 Cipher Mining。它有趣的地方主要是，大多数的矿业股要么就是纯粹挖比特币赌币价，要么就是去做算力租赁卖机器。但是 Cipher 不一样，它在 AI 基础设施和比特币算力经济之间找到了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大家可能听过 Cipher Mining 这个名字，它最早呢是一家比特币的挖矿公司，但这家公司在25年的时候做了一个让市场都感到意外的事情，它不再是挖矿公司，而是变成了一家 AI 计算基础设施的供应商。就在今年9月 ，Cipher 宣布了一个重量级的合作，和一家叫 Fluidstack 的英国公司签了10年，总额达到30亿美元的 AI hosting 合约。更重要的是，Google 亲自出面担保，还拿下了 Cipher 的5.4%的股权。这条新闻呢，它其实是代表的一个新的趋势。AI 的计算需求太大了，连 Google 都在找新的数据中心算力供应商，而 Cipher 就是被他们选中的那一个。随后的几天，各大财经网站几乎都在讲这件事。一个比特币的矿业公司突然转变了 AI 基础设施的租赁方，这件事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 Google 要去入股一家矿业公司？ Cipher 到底有什么底气能签下这么大的合约？它的算力、土地、电力以及能源架构还有设备成本到底是怎么来的？还有它未来的盈利逻辑跟以前的矿业公司有什么不同？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清楚的讲解这家公司，从背景、财报、估值、策略到风险，一次性梳理透，并总结出我们的投资建议。首先，在这里先说一下结论。Cipher Mining 的投资逻辑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它是 AI 基础设施稀缺化趋势里最被低估，但是最早完成资本和土地布局的那一家。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整个市场都在追 AI 芯片，追英伟达、Supermicro 还有 Broadcom， 但是这些芯片要运作，需要庞大的电力、冷却、水资源、地块和机房空间。美国境内呢，能快速扩建这些设施的公司其实非常少，而 Cipher 呢，手上恰好有这些资源。它有地、有电、有现成的冷却系统，还有大规模的算力中心。原先是挖比特币的，现在改装成 AI 的计算节点，这也就是为什么 Google 愿意买它股份的原因。Cipher Mining 是成立于21年，总部在纽约。它其实是美国能源巨头 Bitfury 的子公司，一开始能专注在大规模比特币挖矿和能源效率优化。公司在21年4月通过 SPAC 合并上市。早期的 Cipher 呢，模式很单纯，用低价锁定电力合约，采购矿机，建自营矿场，出售比特币。但是在23年到24年，他发现了一件关键的事：挖矿虽然能赚钱，但是利润极度受限于比特币的价格，尤其是挖矿的难度越来越高，电费上涨，设备的折旧加剧。于是他们开始思考，如果这些算力中心、土地以及电力都可以出租给 AI 的客户，是不是更有利润呢？结果机会真的来了。24年开始 ，AI 的模型训练全面爆发 ，OpenAI、xAI、Google DeepMind 以及 Meta 等公司都在疯狂的找额外的算力空间。但是美国境内的大型数据中心几乎都被英伟达和大厂垄断完毕。AI 的模型训练、推理都需要 GPU 的集群，而 GPU 需要空间、电力、冷却。这个时候，一批算力空间供应商就开始被关注 ，Cipher 就是其中之一。其实 Cipher 要做的事情也很简单，它就是把原本用于比特币挖矿的基础设施改造成了 AI 训练以及高性能计算的托管中心。这种模式呢，我们称之为 AI hosting， 也就是客户带着 GPU 或者是 AI 硬件入驻 Cipher 的数据中心，然后客户再去支付租金，通常呢是长期合约。所以这次跟 Google 相关的合约是非常关键。Fluidstack 呢是一家总部在伦敦的高性能计算公司，主要是做 AI 模型的云托管和 GPU 的资源租赁。它在欧洲和美国有多个 AI 客户，包括科研机构与云计算客户。Fluidstack 呢也需要大量的算力空间，于是找到了 Cipher。我们可以看到这笔合约呢是为期10年，总功率168 MW。
Cipher 将其德州 Black Pearl 的数据中心为 Fluidistack 提供场地、电力与冷却设施。Google 呢是以战略担保方的身份进入交易，同时透过认股权证的形式获得了约 5.4% 的 Cipher 股权，这也相当于为 Cipher 未来的 AI 业务背书。这笔交易呢，正是把 Cipher 从矿业股推上了 AI 数据中心概念股的行列。那么市场为什么会这么愿意为它买单呢？因为这其实是一个趋势的开端。整个 AI 生态链正在出现一个算力资源荒，英伟达、Meta、Google 都有芯片、有算法，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电力和空间。美国境内能够建 AI 机房的公司要有这几个条件：长期拥有低价的电力合约，有土地、供电线路、冷却系统，还要有扩建许可与环保许可，能够快速的投入使用。这几点 Cipher 全部具备，所以这家公司虽然营收体量还不是很大，但是战略位置极其稀缺。这就像10年前的数据中心早期股，现在在被市场重新定价。在看它的财报之前，我在这里提一嘴财报季。下周呢，财报季就要开始了，但是从甲骨文被曝光毛利极低的情况，部分 AI 相关的公司可能也存在这种情况，所以这个财报呢，将是一次重新调整估价的机会。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Cipher 的财报。在25年的 Q2 经营更新中， Cipher 披露了以下几个重点。Q2 的营收约4400万美元，同比增长约 30%。Non-GAAP 的调整后净利约3000万美元，自挖算力达到 16.8R 每秒，目标呢是到 Q3 提升到 23.5R 每秒。挖矿产出约1741个比特币每月。虽然表面上看它还是一家矿业公司，但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 Cipher 的现金流状况其实非常的稳健，特别是在电价成本低、运营效率高的情况下，它的每度电毛利在矿业中属于顶尖的水准。而当这些机房空间被改造为 AI 的服务器托管中心时，同样的电力、同样的空间可以带来更高的利润率。这也就是为什么市场认为 Cipher 的商业模式要变了。其实 Cipher 不是在放弃挖矿，而是在进化挖矿。传统矿业公司最大的痛点是什么？它的收入完全取决于比特币的价格，币价涨它就赚钱，币价跌那么它就亏。举个例子，如果 BTC 从7万美元跌到6万美元， Cipher 的毛利呢可能瞬间就少掉15%到 20%。这意味着你作为股东，其实你是在间接的买比特币的杠杆产品。很多人喜欢这样的波动，但是机构不喜欢，因为没有人能够长期压对币价的方向。Cipher 的管理层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们要做的就是把波动变成稳定的现金流。所以从24年底 Cipher 就正式把业务拆成2条主线。第一个就是 Self-Mining 自挖业务，负责持续产出比特币，提供现金流。自挖业务也是它短期的收入来源，受到币价影响。第二块就是 Hosting 托管业务，长期的合约模式，稳定的租金收入，客户呢预付或者是按年结算，不受币价的影响。换句话说， Cipher 把自己从一个投机性资产变成了一个可预测现金流的基础设施提供商。那么为什么 AI Hosting 比挖矿更赚钱？我们可以来算一笔账。比特币的挖矿收入每1兆瓦电力大约可以产生年化收入18万到25万美元，但是电力成本高，波动大，难预测。AI Hosting 的收入呢，每1兆瓦的电力租赁价格通常在40万到70万美元每年。那么客户呢还承担 GPU 的硬件投资， Cipher 只提供电力与机房。这意味着 Cipher 每单位电力的盈利能力可能会翻倍，甚至是3倍，而且是锁定10年的长期合约。Fluidistack 的168兆瓦合约一旦全部启用，那么单这笔业务的年租金收入就可能超过6亿美元，而 Cipher 的全年营收目前才 1.5亿美元左右，所以这笔交易的潜力是现有营收的4倍以上。讲到这里，我们也一定要知道 Cipher 到底有多大的底盘，因为它能扩展多大，决定着未来的空间。据公司 IR 披露呢， Cipher 拥有4个主要站点，总功率约745兆瓦，
这些地点全部位于美国的德州，并且连接当地低成本的电网，价格优势呢就几乎是市场平均的1/3，而且它签的是长期固定价合同，意味着它的用电成本几乎是锁死，不怕波动。除此之外 Sapphire 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可以把算力复合调节卖回电网。简单来讲，当电网紧张时 Sapphire 可以暂停一部分矿机，把省下的电再卖回去，赚一笔额外的收入。这个机制让 Sapphire 在高峰期反而能够赚钱，在别的矿业公司是很少能做到的。目前它的毛利率约68%，在矿业中也属于超高的水平，而且它的现金储备流也非常的健康，而且几乎没什么负债，再加上 Floating Stock 的合约长期现金流，等于未来的10年都有稳定的收入。传统的矿业公司呢，通常用 PE 或者是 EV/EBITDA 的倍数来估值，平均在6到8倍之间，但是数据中心类的公司常常能拿到15到25倍估值。Sapphire 目前正在经历的是呢，就是一个估值体系的转换。只要市场确认它的 AI hosting 的业务落地，那么它的估值倍数就不再是矿业公司的水平，而是 AI 基础设施那一类。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公告后，机构的资金开始大规模回流 Sapphire。据统计，目前超过130家机构持有 Sapphire 的股票，并且都增加了新的持仓。持股比例呢，合计超过35%，这也说明 Sapphire 已经不只是在散户热炒的小票了，而是进入了机构的视野。Sapphire 的估值一旦重构后，它的空间又再次上升了3到5倍。我们做了一个合理的 DCF， 也就是折现现金流的模型。我们可以从图里看到，加上总折现现金流呢约471兆，中值现值呢约 2.1B，扣除了净债务之后，股权的价值约 2.6 到 2.7 美元，也就是折算成每股是22到25美元。根据乐观和悲观的情景，我们也做了3档的估值带。所以市场说 Sapphire 还有3到5倍的潜力，并不是夸张，而是通过实际数据推算而来。那么跟同行相比呢， Sapphire 是处于一个什么段位？我们可以从图里看到 Sapphire 的2个关键优势其实是非常的明显。第一点就是它的电价足够低，还有就是有 Google 背书的 AI hosting。从估值角度来讲呢，它应该是整个行业中最容易被重估的那一家。后续还有可能有 AWS、Meta 等新客户，一旦出现第2份 hosting 的合约，这个股价就可能直接重估。目前 Sapphire 的 EV/EBITDA 呢约为7倍，如果市场给到15倍，那么股价理论上会上升1倍以上，若20倍的话，则接近3倍的空间。市场已经在部分反映这个逻辑。当然，估值换档的3个触发条件也非常关键。第一个就是 Floating Stock 的合约启动营收确认，还有就是第2份 hosting 的合约签署，再就是 BTC 牛市的同步上涨。它现在呢是正站在这个过渡点上，换句话说，它的故事还没有真正的开始。我们讲了 Sapphire 的基本面、估值逻辑，但是真正影响股价短线波动的还是整个市场的节奏。不论你多看好一家公司，都要尊重一个现实，那么就是大盘的风向决定资金的流向。我们先来对齐一下整个美股的市场结构，因为 Sapphire 属于高贝塔的成长股，它和纳指、标普500的走势呢也高度的相关。周五那根光头大阴线非常的关键，因为那是一根典型的 bear surprise， 而且最关键的是指数都大幅跌破了20 MA， 技术上呢，这代表着趋势进入了确认性的调整阶段。我们从技术面支撑压力区间进行分析，标普500呢这一轮的回调跌幅有望接近 10%， 如果下周反弹乏力，大概率会延续结构性的调整。下一轮的回调目标呢约在6380点，也就是周线支撑。纳指当前的日线目标支撑在21750点，如果跌破的话，有望测试21250点，也就是周线支撑。这2个点位都非常的重要，因为 Sapphire Mining 的这类小盘高波动股通常会在大盘的2次探底时出现更深的技术回调。Sapphire 自9月的 Floating Stock 公告之后呢，是从12刀的位置一口气拉到了20刀，涨幅接近 70%。这波上涨呢是估值重估行情的典型表现，
但最近一周，伴随着大盘的调整 ，Sapphire 也开始横盘震荡。目前股价呢正运行在16.5到18刀美元区间，成交量呢相对高点有所收缩，说明呢资金也在等待第二轮的消息出发。Sapphire 很可能跟着指数同步下探到15美元附近的回踩支撑区。这也是一个非常优质的长线加仓点。基于目前的节奏呢，大盘的回调预计分为两段，在这里给大家做成了表格。换句话说，10月下旬可能是整个 AI 题材，包括 Sapphire 的2次起点窗口。如果你是短线交易者的话，那么我建议关注的区间是15到15.8。那么出现止跌形态的话，可以清仓进场，目标是19.5到20美元附近，止损呢放在14的下方。如果你是波段交易者，那么可以关注10月下旬的2次低点形成后分批建仓的区间，目标价呢是在23.8到26.3。如果是中长线的投资，那么建议采取3次布局的方式。长期目标价呢，我们看到45到50刀左右。在这里提醒一下 Sapphire 的股性极强，它通常会领先纳指反弹，并且会放大市场的波动，所以操作上呢，不用预判极端底部，而是重点观察纳指的节奏和 Sapphire 量能的同步放大。只要出现价涨量增加 20MA 的突破，那么基本就是下一波主升段的起点。后续更多的细节操作呢，我们也会及时分享在分析群里。每一次的科技革命，真正赚钱的往往不是卖芯片的人，而是掌握土地、电力与连接的人。上一轮的互联网里，那是数据中心；在这一轮的 AI 浪潮里，像 Sapphire Mini 这样的能源算力提供者，我们作为投资者也应该额外的关注起来。小伙伴们对这个股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点赞、关注，祝大家在美股发财！